萧院长，您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我都快等急了。少惹点事有那么难吗？你今天伤得不轻啊，我帮你治疗一下。赶紧去吧。你的体质好像有点奇怪，你的身体是不是使用过什么不是很正统的方式调理过？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吗？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建议你去找一位实力更强的治愈系法师，对你的身体进行一番全面的检查。我感觉到你的身体里有一股很暴躁的因子在，不像我们常见的元素魔法、白魔法、次元魔法。非要说的话，它好像偏向黑魔法。这位老师修为很高啊，竟能感受到恶魔系的残余力量。啊，好的，我会去咨询的，谢谢老师。这家伙绝对开了外挂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，大魔头凯旋归来！哎，图图，莫凡太累了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你也真是，刚回学校就这样肆无忌惮出风头。主校区的学员整体的实力比我想象中要强很多啊。火院天生灵种的人也不过排在100多名，那前50乃至前10的，不都是一群怪物吗？哼，要不是萧院长恰到好处的出场，还真不好说。况且这还是整个主校区其中一个院系而已。这大半年我的修为都没有什么增长，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大力提升。否则，想脱颖而出就难喽。模具这一块应该是最容易突破的，高品质的铠模具防御力不可小觑。但那块玄灵蛇皮找工匠制作还得费些时间。另外就是契约兽了，哼，今天如果我有一头好的契约兽，早解决问题了。明天就去，一天也不能等。你说什么？叫我帮你卖东西？你家不是开竞拍行的吗？我这里有一些战将级妖兽的尸体和精魄，还有灵种碎片，你想办法给我卖个好价钱。你现在这么缺钱，追哪位女同学这么烧钱呀？哎，别3句不离本行行不行？我想买一只契约兽。哦，懂了。小事一桩，我跟竞拍行打个招呼就行了。这是？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们还卖星图之书？类似彩票。啊？别骗我啊！来的路上看一群法师再买再看，别逗了。是这样的，这叫织密卷轴。法师们在野外游走时，经常会获得一些不太确实的消息，就写在这些卷轴里，按一定的价格出售。我这里有一堆呢。信息是真的话，那倒是赚大了，省下了一大笔购买信息和发布悬赏的钱。信息是假的或者过时了，那可就白忙活了。嗨，法师嘛，谁身上没几个闲钱？信息时代什么最重要？情报。比如，万一运气好碰上一个靠谱的，抢先出手就有可能捞到很大的好处。比如稀有妖魔喽，天才地宝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如果是确切的情报，就会拿去正式发布悬赏了吧？不过那个价钱就不一样了，而且竞争激烈。孺子可教。事实上，织密卷轴也不是你想象的完全靠瞎蒙。如果同时买到不同来源但之间有关联的信息，那准确度就极高了。而且那些卖卷轴的法师也是要顾及自己的名誉的，
不会下来。哎，卷轴多少钱？嗨，啊，送你几个。明珠江中有剑奇海妖出没，月阴之时可能会遇见。剑奇海妖是制造剑模具的上品材料，价格倒是被炒得很高。可惜我对抓鱼没有兴趣，哎，算了，这钱烧了。啊！哇塞，这消息极有价值啊！啊！卓园北角岩鸡有新生命的迹象，这岩鸡是什么？那是元素妖中最为稀有的一种，凝聚天地火焰而诞生的生命体，价值无法估量。有这么夸张吗？哎，你有所不知啊，一直以来，元素妖都是召唤系法师梦寐以求的契约兽，岩鸡更是其中极品。你要是能够与一只岩鸡签契约，那就牛大了。单靠着岩鸡，杀入前10都不成问题。而且像你这种修火系的，有了它，火属性还要再提升一个层次。可能还会有某些特殊的效果，那你这火就相当霸道了。魂中之下，只见无敌呀！学院之中，拥有火系灵种的人已经不在少数。我的眉眼并不能够完全体现出优势来。若是在签订契约兽的情况下还能够增进火系，这简直就是完美契约兽啊！哎，喂，你怎么了？你不会当真了吧？快帮我去把所有可能与岩鸡有关的织密卷轴全买下来！啊，喂，那可得不少钱呢，我这。岩鸡只存于卓园北角，所以我把所有有关卓园的卷轴都买回来了。原来岩鸡是可以养成的，所以最好从幼崽就签契约，到时蜕变出一个魂种级火焰，就逆天了。卓园地区自古是生命禁区，不但酷热荒蛮，而且妖魔横行，很多还是上古遗种，没一个好惹。啊，但同时那里也有无数古物至宝，很多还是别处没有的，所以总有法师去冒险。这书里说，现在卓园最有名的妖魔是沙虎魔族，凶残至极。现在我们知道位置、路线、危险性以及有什么好东西了，就差实地考察喽。啊？你打算去了？就这点情报？去一趟又没有坏处，就算没找到岩鸡，当是历练也好。你别给我提历练，你还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伤疤好了，当然就不疼了，难道还记一辈子？既然你要去，那就祝你好运吧。什么祝我好运？我说过我要自己一个人去吗？你不会是想把我也拖去吧？你说呢？我才不去！去跟你试试！生跑！好了，真是怕了你了。但是就我们2个人，肯定还是不行，得再找帮手，一定要信得过的。废话，我早想过了，连着算一个。这小丫头人小鬼大，又有丰富的猎人经验，可以。我还有一个好兄弟张小猴，现在是卫法师，而且防区就在卓园附近，他肯定去，到时他会在卓园直接会合。还需要一个治愈系，卓园之行的凶险就不用说了，没有治愈系法师就是去送死。哎，我也正想说这事儿，你这边有好人选吗？真没有，家族里的大佛我也请不动啊。那有点麻烦。本来想找白婷婷，但她不知去哪儿了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心夏妹妹不就是主修治愈系的吗？而且还辅修心灵系，安抚妖魔1级灵，不能再完美的人选了。她，不行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情况。哎，可你有吉星郎啊，吉星郎可以全程照顾她代步，还可以保护她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如果非得她，那我宁愿不去。哎，我也就是个提议，那就只能另外再想办法喽。
我收集了所有能到手的猎人地图，绘制了这张卓园地图。其他先不说，第一关沙网河就有大问题。怎么了？哎，莫凡、玲玲，啊？别误会，这是我堂姐赵晨颖，也是主修土系的法师。听说了我们的计划，也想参加，所以我把她带来了。大家好。我堂姐可是燕都学府的高材生，比我强多了，人也靠谱。我没什么意见，可是这次行动比较危险，而且也没什么好处。我懂，历练嘛。那欢迎。你们看，沙网河是进入卓园的必经之路，里面栖息着象沙妖兵，属于土属性元素妖，单个并不难对付，但成群结队就极为可怕。那直接打过去呢？想都别想了，一整支卫法师、猎法师都不行，别说就我们几个。那总还是有闯过去的人吧？我们需要一个心灵系法师，否则这事就到此结束。心夏。这件事我已经告诉心夏姐姐了。喂，心夏。莫凡哥哥，你们的事我知道了，我愿意加入。不行。莫凡哥哥，我理解你的担忧，你把我保护得太好了，让我可以不需要去考虑任何事情。但你知道吗？那次得到你不测的消息后，我心里有多难过。我的治愈系魔法救过很多的人，却什么都不能为你做，只能在离你很远的地方担心着、祈祷着。我想在你身边，离你更近。我不想等到真发生了什么，才开始毫无意义的后悔，后悔自己本可以为你做什么。我也没有你想象的那样柔弱，我更不想做一个柔弱的人。而且，我听玲玲说，卓园虽然凶险，也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。莫凡哥哥，所以我也在想，我的病会不会在那里有一点治疗的希望？莫凡哥哥，如果你一定不让我去，我也会听你的话。但是，我想去。心夏姐姐的病我们都知道，但也许正因为这样，她才更渴望有一天能够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，更无垠的天地。而且还有我们呢。心夏，让莫凡想一想吧。心夏确实只是看上去柔弱，其实比大多数人都要坚强。我将她保护得这样严密，但却从来没想过，这是不是她想要的。她愿意被我呵护，是对我的尊重与依赖，但一定更愿意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也应该尊重她的意愿。卓园是一个凶险之地，也是一个神奇之地。既然能有岩姬这样的生物，说不定也会有其他的奇遇。心夏，你来吧。凡哥，哎，终于到了，真好，又能一起历险了。
了。下来看看。这就是界碑线。过了这道断层，就出了安界，正式进入卓园了。卓园妖魔的密度和层级都会出乎你想象。从现在起，多打起12分精神吧。我先下去。这鬼地方，热得也太过分了吧！这里火元素异常丰富，所以才会出现岩基这种。小心！这是沙夏虎，战将集中比较凶猛的生物，别大意。真是晦气，才进来就遇到这里的土霸主了。这里战将级生物都随处可见，那些奴仆级岂不是根本没法生存？他很饥饿，很暴躁，安抚起来很难。这么说，是躲不过去了，那就战斗吧。小红，哇，这小子真的是胆儿真大呀！注意，沙啸虎在战斗中，如果身上冒出血汗，那是他要狂怒的征兆。你们小心，千万别被他攻击到。风鬼，地风。还以为是个鲁莽家伙，原来早就该设流沙陷阱，给沙啸虎往里面跳。沙啸虎最恐怖的就是爆发力和冲击力，即便你有准备，也未必躲得开。抑制住这个特性，也就大幅度削弱了它最具威胁的属性。咱们也上吧。炎症。光佑圣盾，力拳，九宫，炎症，火姿，巨影钉。看来这远近驰名的妖虎，也没想象中那么可怕嘛。他好像之前就有点受伤了，而且你的土系灵种在这沙地中可以大幅度加成，这沙啸虎没能施展全力，就被你们耗死了。唉，这家伙也没有一骨一皮之类值钱的东西。居然就这么点货色。话说你搞了不少钱了，怎么不尝试将自己的初阶魔法提升到第5个级别呢？初阶5级？啊，第4级升到第5级需要7颗战将级精魄，要1亿多呢。你给我钱的话，我马上强化。继续向前出发吧，别在这里耽搁时间了。等到了沙网河，有你们发挥的。
不是说这里随处可见白沙妖兵吗？为什么我一只也没有看见啊？啊，接着，你干嘛？你往远处扔。一块肉而已，要不要一下子涌出那么多来啊？倘若我们这一队走过去，那还不得出现一支白沙妖兵的军队啊！我们今天就在这河畔扎营休息，等明天天一亮再出发也不迟。嘿，对，扎营扎营！心夏，你感觉累不累啊？哦，是，老狼你最辛苦了啊！那些白沙妖兵似乎只是想守护领地，他们的心性不像沙啸虎那样暴虐，我应该可以安抚他们。好，但你也不要太勉强了。戈壁沙漠就是这样，昼夜温差极大，卓园更是如此，冰火两重天啊！嘿，方哥，你倒是方便。嘘，先别说话。是沙啸虎群，你快去保护其他人。不要啊！我的天，要不我们这次纯当来旅游一趟，该回哪儿去就回到哪儿去啊！咱们不是还有星夏吗？应该不会像他们那么惨吧？你的心灵系魔法真的能安抚这些妖兵吗？刚才那一片已经染了血的白沙妖兵，情绪是暴躁的。我们从这片过去，肯定凶多吉少，但只要走那些没有染上血腥味的区域，我能够保证，他们不会攻击我们。可就算是这个样子，我还是觉得瘆得慌。万一出个什么意外，可就全打在这里了。那伙人这样大动静踩进沙网河，才惊动了妖兵。我们只要行事小心一些，再加上星夏姐姐的心灵系魔法庇佑，就和过一条干河也没什么区别。你肯定？按照之前拟定的计划走，肯定不会出什么问题。只是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没我允许，绝对不能在河中使用任何魔法，因为一旦有魔法气息波动，那些白沙妖兵就会下意识进行攻击，那时局面就会失控。